你知道吗？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就很疯魔的移民项目 ——Gold Card 黄金卡，只要付500万美元就能直接拿到美国绿卡，没有工作要求，没有投资项目要求，连创造就业都不需要。听起来是不是像美国官方版的花钱买身份？那么这个黄金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和现有的1B5投资移民又有什么区别？它真的能帮美国赚到特朗普所说的50万亿吗？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拆解一下。Hello Hello，我是财喵，在纽约，关注我，陪你搞懂美国理财生活，省心省钱，少走弯路。今天这期信息量有点大，建议看到最后，我会给你一个如何理性看待黄金签证热潮的3点分析，帮你避坑，看清风险。先说说背景。这个所谓的黄金卡是在2025年2月由特朗普和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宣布的。当时计划在3月推出，命名为金卡，就是想走比绿卡更高级的一个概念。Gold Card 金卡的定价是500万美元，核心卖点是用现金支付给美国政府，换取在美国长期居留和工作的权利，并成为通往公民身份的最快速的通道。注意，这里不是当场给公民身份，入籍仍需要遵循现有的这个法定流程。特朗普的宣传是，这将会是一场极快速的通道，吸引全世界的富豪来美国消费、投资、交税。那和现有的1B5投资移民相比，这个黄金卡可谓是彻底的简化版。1B5投资移民是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门槛最低在80万美金，前提是你要在美国投资项目，并能在其中创造至少10个全职的就业岗位。常见的就是大型的地产项目，比如纽约的 Hudson Yard 就是靠1B5的资金建设出来的，申请费也就1万多美元，签证每年有1万张的上限，但算上家属，真正留给投资人的名额大约只有3000多个。1B5投资移民拿到绿卡后，你的所有收入哪怕在美国境外，也要向美国报税，缴纳税款。而黄金卡完全不同，你只要付钱，不用当老板，不用创造任何就业，甚至有消息说黄金卡可能会豁免全球征收的这个收入税。当然，这都还需要国会的同意。美国移民新政与配额通常需要国会授权，若以总统行政路径替换或新设签证类别，那可能面临法律与程序上的一些挑战。所以有一种可能是黄金卡和1B5投资移民并列运行，不但作为加钱的一种快速通道，同时黄金卡直接占用1B5的年度配额，甚至把美国之前没有用掉的签证的额度都滚动的利用起来，来为黄金卡提供政策配额上的靠山。那么这种用钱换绿卡或者投资移民的想法是不是美国独创的呢？其实完全不是。目前全球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所谓的黄金签证或者投资护照的项目，其中大约有20多个国家甚至直接提供投资入籍的途径。比如马耳他大约100万美元就能换取欧盟的护照，葡萄牙则要投资20万到50万欧元的房地产或者基金。意大利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黄金签证，但它通过对高净值人群的税收优惠，吸引了很多富人到那里去定居。新西兰的投资移民通道门槛在500万到1000万纽币之间，而一些加勒比的小国，比如多米尼克、圣基茨和威尼斯、圣卢西亚等，推出的投资入籍项目门槛比较低，通常只需要10万到20万美元的捐款或者购房。这类收入甚至能占到这些国家 GDP 的30%到1半。然而，这类项目的风险和争议也十分明显，大量的资金涌入会推动房价，而且容易成为洗钱的渠道，引发公众的这个抗议。因此，像西班牙、爱尔兰、英国等国家在近几年都已取消了黄金签证的有关政策。从经济角度看，特朗普在宣布时无疑是放大了所有人对于美国财政收入的这个想象空间。所谓你卖100万张就有5万亿的营收，卖1000万张就有50万亿的营收。但500万美元的门槛也着实是很高，真正愿意掏的人不一定会很多。有专家建议，如果降到10万到20万美金，反而会吸引更多富裕的移民。不过申请的数量多与少，政府还是能拿到正向的现金流，多一个收入的来源。理论上，这种市场化分配签证的方式，甚至可能减少非法移民，因为你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付费渠道。
其实，全球投资移民市场每年大概有200亿美元的规模，需求主要来自超高净值人群，他们想更强的护照、更自由的旅行、更安全的第二居所，或者更好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会。坊间甚至传出，在项目还没正式推出前，就已经有人提前和特朗普预定了1000张黄金卡。很明显，这个项目目前的潜在目标客户会集中在中国、印度、中东的一些国家的富豪。那么我们说回到合规与执行啊。如果一个投资移民项目要真正的落地，至少要跨越3道关卡。第一是合法性与配额，要不要通过国会的相关立法，是否涉及修改现有移民类别、移民政策和配额的计算方式，这些都还是一个未知数。第二是资产的尽调和反洗钱，如何确保资金的来源清白，又该如何审查来自高风险地区的申请人呢？这些我们都还不确定。第三是税务与居留的政策，如果宣称免全球征税，那一定需要专门立法支持。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文件能够确定特朗普政府能够给予这种豁免。从过往经验看，一旦审查不严，黄金签证项目往往会导致房价投机成为洗钱通道，并且引发公众的这个强烈的负面情绪。这正是欧洲多个国家相继叫停或者收紧相关的这个移民政策的原因。所以总结一下，黄金卡就是一个交钱拿绿卡的新概念。美国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但它的价格高得吓人，政治争议也不小，特别是因为特朗普的他特有的争议体制。那他能不能真的像特朗普说的那样，给美国带来50万亿的这个财政收入呢？短期内我们很难说。更大的看点在于，这会不会能够推动美国的移民制度出现更市场化的收费模式。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你觉得美国应该推出黄金卡吗？如果价格降到20万美金，你会考虑购买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最后别忘了点赞、留言、关注“才喵在纽约”，我们下期再见。